叔婶儿，今儿高兴，多喝几杯。娘，您喝茶。茶泡的这么浓，放了多少茶叶？败家也不是这个败份儿。娘说的是，下回我少放点。哼，老二，你给我听着，这个家啥时候都轮不到他做主。回头你出去干活，家里的事儿我说了算，你媳妇儿得听我的。娘，秋月刚进门，你别给人下马威。我给他下马威，我能让他进门就是给他脸了。娘，秋月，我走了，这回去南头盖房子，估摸得1个月。去吧，家里有我，饿不着你媳妇儿。秋月，有啥事等我回来再说，别跟娘顶嘴。知道了，你路上小心。别急着收拾，我先跟你说说规矩。娘，您说。第一，家里的钱我来管，志刚挣的工钱回来交给我。第二，地里的粮食收了也得我点头才能卖。第三，没事少往娘家跑，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听明白啦？娘，别的我都听，就是这卖粮的事儿，卖给刘二麻子，他1斤少压2棚钱，1年下来少好几十块，不值得。你才进门3天，就敢挑我的毛病了？刘二麻子收粮多少年了，村里都卖给他，你比谁都精。我不是那个意思。行了，少给我动那些歪脑筋，庄稼人安分种地比啥都强。二嫂，你家这玉米不错啊，粒粒饱满。是啊，王婶儿，今年老天爷给面子。哎，你家卖粮还是卖给刘二麻子？我娘说都给他。你婆婆就是图省事儿。刘二麻子那秤，我瞧着就不对劲儿。上回我家卖了200斤，回家一算，少了10来斤的价钱。你们家也没找人核算过？核啥算？又不是你一家卖给他，谁好意思去对账？刘二麻子那狗脾气，说翻脸就翻脸。收玉米了啊！1斤1毛2，现钱结账。1毛2调场，1斤1毛2，镇上明明1毛5。娘，我想跟您再说说卖粮的事儿。又来了，我不是说了，这事儿没商量。娘，今天我看见刘二麻子收粮，他连秤都不给人家看一眼，1斤压3分钱，1亩地就差10来块，咱家4亩地就是40块，40块够买2袋化肥，够给二柱添件棉袄。你当过家了？没当过家你知道啥？拉到镇上卖，车不要钱，人不要吃喝，万一路上碰个下雨，粮食发了霉，本儿都回不来。你在屋里动动嘴皮子容易，赔了算谁的？娘，我算过了，要是咱跟几家邻居合伙雇一辆车，车钱摊下来一家才1块多，镇上到咱村才30里路。你算过？你拿什么算的？一个小丫头片子还学会算账了？这是我这几天记的账。刘二麻子收咱村10几户粮食，1年少说坑几百块。我不会看你这乱七八糟的东西，吃饭。100斤玉米，镇上1毛5，村口1毛2，差3块。1年卖1000斤，差30块。二嫂，咱啥时候走？老孙的3轮车我给打招呼了，人家等着呢。这是要干啥？婶子，二嫂说带我们去镇上卖粮，比刘二麻子多卖好几分钱呢。我说的话不管用了。那啥，赵婶儿，要不咱再合计合计？娘，我跟人家都说好了。说好了你给我推了，粮食不堆在家里我不放心。这婆婆也太厉害了，二嫂在家连大口气都不敢喘。
娘，这是我陪嫁带过来的钱，这趟我先垫，赔了算我的，赚了算家里的。您让我试一回就一回。你这钱哪儿来的？我哥给的陪嫁钱，一共就这些。娘，我不是要跟您对着干，我就是觉得咱家能多挣点，为啥要让给别人？你把你那本子上的账再给我说一遍。1斤多卖3分，咱家地里的玉米再加豆子，1年小2000斤，那就是60块。要是再把邻居家的拢一块儿，量大，镇上老板说不定还能再抬半粒钱，那就是好几百的生意。你跟你娘家学过这个？没专门学过，就是觉得钱不能稀里糊涂的被坑走。那20块钱收好了，别丢喽。车钱从家里出。这是进门以来娘第一次松口。粮食不错，没掺假，颗粒饱满，1斤1毛5，有多少收多少。李叔，咱往后还能合作不？你一个年轻媳妇儿做得了主？做得了。下回收粮，我提前给您来信报品种和斤量，咱按需收，不浪费您车马。娘，这是今天卖粮的钱，去掉车钱，比卖刘二麻子多了16块8。吃饭吧，给你留了菜，热在锅里。这个月赵家庄的粮少了多半，咋回事？哼，一个刚进门的媳妇儿就想断我财路，走，去赵家庄看看。刘老板，我家玉米已经卖了，卖了。镇上李叔收的1毛5，往后我家粮都拉去镇上。1毛5，你这媳妇儿不地道。以后你们村的粮拉出问题，别找我收拾。行情是市场定的，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咱村的粮好就该卖好价，谁也不能压榨种地人。你一个年轻媳妇儿，风头太劲了不好，咱们走着瞧。你惹他干啥？这人在十里八村混了这么多年，他可绝对不是个省油的灯。娘，咱没做亏心事，不怕他。你这孩子胆子太大了。娘，秋月，我回来了，这趟活结了50块。秋月，这月家里的账你来记吧，进多少出多少，你算得比我细。娘，您不自己管了？你媳妇儿比我强，我管了大半辈子，也就攒下这几间房。她能带着大伙多卖粮食多赚钱，凭啥不让她管？这是仓房的钥匙，粮食收进来多少，她比我看得准。愣着干啥？娘给你钥匙呢。娘，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娘，开门，是我。老大，娘，儿子在外面赔了本儿，借了人家的钱，人家追着要说要打我，我实在走投无路了。当年让你好好在家种地，你不听，非要往外跑，欠了多少？连本带利800。娘，志刚，你们要是不救我，我就活不成了。要不，咱把地卖了。卖地？那是你爹留下的地。你爹临死前说啥了？地不能卖，卖了赵家就没了根。
大哥，那债主是谁？约在哪儿见面？秋月，你要干啥？娘，我去跟人家谈，地不能卖，大哥也不能出事，给我3天。你去谈？你一个年轻媳妇儿跟那讨债的谈什么？他们能听你的？大哥，你先起来，我问你，你在哪儿欠的债？欠谁的？借条上写没写利息？怎么算？在县城姓马的老板，滚到现在成了800。500变800，这是抢钱！你个败家子，当初让你别往外跑，你偏不听。娘，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大哥，明天你带我去县城见那个马老板。你不能去，你是咱家唯一的壮牡蛎，万一起了冲突，你出了事，咱家就真垮了。我一个人去，他们不至于为难一个女人。秋月，你一个刚进门的媳妇儿，凭啥让你去扛这个事儿？娘，你已经把仓房钥匙给我了。您说这个家我当一半，那这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哟，赵志强，这是你媳妇儿，长得倒周正。马老板，这是我弟妹。马老板，今天来是想跟您商量商量那笔账的事儿。商量？借条写的明明白白，利息也是你大哥自己按的手印儿，有什么好商量的？800块，少一个子儿都不行。马老板，我大哥借的是500，按您的算法，半年从500滚到800，这利息比高利贷还高。我就是去派出所问问，借条这么写合不合理？你什么意思？想赖账？不是赖账，是还该还的钱。500块本金加3个月的利息60块，一共560。我今天带了300来，剩下的260，3个月内还清。你说还560就560，你以为你是谁？马老板，我看您也是有头有脸的人，逼急了，我去派出所告您放高利贷。您算算，是800块重要，还是您的脸面和买卖重要？你这个弟媳倒是个人物，但有一条，少一天利息按之前算，800一分不降。赵志强，你要是再敢耍赖，就不是剁手的事了，听明白没有？娘，咱算笔账，咱家4亩地，加上秋天跟邻居合伙收粮，拉到镇上卖，比卖给刘二麻子一年能多挣50、60。院后那片空地，我琢磨着搭个棚，种点时令菜，拉到集上又是一笔。另外，志刚在外面跑活，1个月也能攒下10来块。就算这样，260也太紧了，所以不能光靠咱一家。我想把村里几户种粮的拢到一块儿，大伙儿凑量，直接跟镇上粮站签长期合同，量大价高，每户都能多挣。我跟李叔谈的时候提过，他愿意给赵家庄定点收粮。你一个年轻媳妇儿，去跟那老油子谈生意？娘，上次卖粮是我去的，李叔认我是真心想给大伙办事，不图便宜。老大，你欠的债让你弟妹替你还，你连个屁都不放。要不我去镇上打工？你打什么工？你能干啥？弟妹，我赵志强不是人，往后你说往东，我绝不往西，你让我干啥我干啥。大哥，我不要你听我的，我要你振作起来，往后凭力气挣钱，欠的钱咱一起还，但你得自己站着，别让人看不起。二嫂，你说的是好事儿，可刘二麻子那边咋办？王婶儿，他一个人说了算的日子该到头了。咱的粮多，主动权在咱手里。镇上李叔给的价格公道，现钱结账。为什么要把钱白白送给别人？可万一李叔哪天不收了呢？到时候再找刘二麻子，他肯定给咱穿小鞋。李叔的粮站开了7、8年了，
信誉没问题。再说咱不止卖粮，我打算冬天农闲时种一茬大棚菜，镇上正缺这个。到时候菜也走粮站渠道，咱跟李叔的合作就更稳了。啥是大棚菜？就是用塑料布搭个棚子，冬天也能种菜。我在我娘家那边见过。二嫂，你上次带咱卖粮多挣了钱，我信你，算我一个。也算我一个。二嫂，你这是聚众闹事儿还是怎么着？拉帮结派挖我墙角？刘老板，话别说那么难听，大伙儿的粮想卖给谁就卖给谁，这是自由买卖。您要是有诚意，价格公道，大家也不会跟钱过不去。你少在这挑拨。这些年要不是我收粮，你们村那点粮食卖给谁去？拉到镇上，车钱人工钱不算，你一来就想搅黄我的生意，你安的什么心？我没想搅黄谁的生意，我只想让大伙儿的粮食卖出该有的价。刘老板，您要是能把收粮价涨到跟镇上一样，大伙儿一样卖给您。涨到1毛5，我还挣什么？你当我是开善堂的？那不就结了？您要挣钱，大伙儿也要养家，谁也不欠谁。行，你有种，不过我劝你别太得意。赵家老二媳妇儿，你抢我的饭吃，这事儿没完。这片搭起来能种多少？先搭一个小棚试试，种点菠菜、油菜。冬天集上青菜少，一捆能卖毛把钱。土没问题，就是冬天怎么保暖？光一层塑料布怕是扛不住冻。我在娘家那边见过，棚里烧热水，灌塑料袋，晚上蒙在棚顶上，能给菜保温。那行，我房里还有点旧棉花，拿来缝个厚帘子挂棚门口，能放风。娘，您不反对我啦？我反对有用吗？你就不是个听劝的性子。再说了，你那大棚要是真种成了，老大欠的债就不愁了。我反对啥？二嫂，村里人都在传说你把我娘都治住了，还说要带着全村挣大钱。没有的事儿，我就是帮大伙儿算算账，一起卖粮多挣几个。嫂子，你说你搞这些有啥用？咱家又不是过不下去。你一天到晚甩着手晃悠，也不害臊。高中考不上，活儿也不找，你想干啥？娘，我这不是没想好干啥吗？老三，你要是没想好，不如先跟着我干。秋天拉粮缺人手，3辆车得有人跟车记账。记账？我连数学都没及格过，记啥呀？不难，就是记哪家拉了多少粮，我教你，几趟就学会了。可村里人看见我给二嫂打下脚，多丢人啊！丢啥人？你大嫂在外头替咱家扛债都没嫌丢人，你跟着干活还嫌丢人？明天起，你二嫂去哪儿你去哪儿，别在家吃闲饭了。行行行。秋月，你来的正好，这头猪快200斤了，再不卖光吃料不长肉。可刘二麻子给那价，白养这半年。孙叔，您要是信我，明儿个我让人帮您送到镇上去。镇上猪肉比刘二麻子给的高1毛5一斤，200斤的猪就是多出30块。真的？秋月，你有路子？我跟镇上肉铺的曹老板谈过，他说只要猪好，来多少收多少。咱村好几家养猪的，一起送还能谈个长期价。那行，秋月，我就听你的。二嫂，你真能算，一头猪多卖30块，够买件新棉袄了。这不算啥。老三，你把刚才孙叔家的猪多重，咱镇上卖多少一斤都记下来，回头汇总，心里有数。二嫂，我这字儿跟狗爬似的。没事儿，能看懂就行，没人天生啥都会。秋月，都算了1个多时辰了，歇歇吧。明天要给镇上送2车粮，还有老孙头的猪，账不算清楚，回头给人家少算了钱。
咱就没信用了。秋月，大哥的事儿让你操心受累，本来这些都不该你一个媳妇儿扛。志刚，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心里有没有怪过我管太多？要不是你，大哥的债能把咱家压死，我只是心疼你。不累就好。赵二嫂，这个月你们村交的粮质量一直这么好，以后你送来的粮我不用验货，先过秤。这猪养得好，瘦肉多，这样的来多少我收多少。二嫂啊，你有本事把你们村的猪都拢过来，我给长期价。秋月，比卖给刘二麻子多了小30块，你等着，回头我请你吃饭。老三，你说啥？我说二嫂，以后我给你记账，你别不要我。刘二麻子，周三林这就说了。二嫂，那边好像有点不对劲儿。二嫂，那男的谁呀？没见过。不认识。不过刘二麻子不会无缘无故找人来。二嫂，要不要跟上去？不用，先把手头的活干完，回去再说。刘二麻子那人啥事都干得出来，咱得防着点儿。防什么？咱又没干亏心事儿。哼，他还能把咱家粮烧了不成？娘说的对，咱别慌。不过老三，这几天你多留个心眼儿，咱家粮食堆在院里，夜里警醒点儿。二嫂，你放心，我晚上起来巡2遍。老三也出息了。跟着二嫂跑了这些天，总不能还是以前那德行吧？秋月，这是隔壁李家沟的张会计，说有事找你。沈秋月是吧？久仰大名，听说你带赵家庄几户村民把粮卖到镇上，一斤比原来多挣3分钱。我们李家沟也有10几户种粮的，情况跟你们差不多，年年被贩子压价。想问问你，能不能也帮我们联系镇上的销路？乖乖，秋月，你名声都传到外村去了。张会计，不是我不帮，我手里拢的是赵家庄的几户，量还不是特别大。要是加上李家沟的，量大了，我得跟镇上再谈。另外运输也是个事儿，得有个章程。你说的对，我们李家沟愿意出人出车，你只管帮忙牵线谈价，该你抽的头，我们照付。抽头就算了，都是种地的，互相帮一把是应该的。您先拿这个去跟李叔接上头，下回我去镇上，咱一块签协议，把价钱和账期都白纸黑字定下来。孙干事，这次麻烦你跑一趟，实在没办法。赵家庄那个媳妇儿把一帮种地的搅和起来，断了我的买卖不说，现在还把手伸到李家沟去了。她一个农村妇女能有多大事儿？您不知道，他拉拢的人越来越多，到时候整个片的粮食都不走我这个渠道了，我这买卖彻底黄了。更重要的是，他在村里搞什么合作收粮，这算不算投机倒把？该不该查一查？老刘，你让我查他，总得有个由头吧？他收了那么多粮，回头全拉到外镇去卖，这粮食可是统购统销的，私自往外贩算咋回事？您随便查，总能查出点名堂。行，我知道了，到时候去他家看看。不过老刘，要是查不出什么，查不出，您喝茶钱，我照样孝敬。赵婶儿，秋月在忙呢。刘老板，有什么事儿？我是镇里办事处的，有人举报你们私自搞粮食买卖。就是他，把村里的粮食收拢起来，
拉到外头去卖，这可是违规倒卖啊！别吵，谁是负责人？是我。您要了解什么，我都配合。你收了村民的粮，拉到镇上去卖，从中赚了多少差价？没有差价，我给大伙儿的价就是镇上给我的价，1分不多。车钱也是各户均摊的，我不赚谁的钱。账记得很清楚。你说你不赚差价，那这么干图什么？图大伙不被人坑。以前卖粮给某些人，缺斤转两还压价，1年到头白忙活。我帮大伙卖个公道价，犯哪条规矩了？目前看没什么问题，但我要去镇上核实一下。如果发现中间有倒卖的行为，还是会追究的。随时欢迎核实。我还有一个问题，说，举报的人是不是也敢把自己收粮的账本拿出来看看？孙同志，您就看看他那账本就算完了，他肯定做假账了。老刘，我让你说实话，举报人家之前，你自己的买卖经不得起查。我那是小本买卖。你的秤缺多少斤两，你以为没人知道？这些年收粮坑了多少，你自己心里有数。我今天没查你，是因为还没人举报。但你要是再拿我当枪使，下次我去的就是你家。好你个沈秋月，连办事员都替你说话，看来软的不行，得来硬的了。这个王八蛋，明天我去找他算账。你去找他能干啥？动拳头？到时候他正好告你一状，咱有理也变成没理了。那我就让他这么欺负你。他没欺负到我，账本往那儿一放，他就没话说了。现在是咱们占理，他理亏，越这样咱越不能冲动。我就是不服，你在外头给大伙谋利，反倒要被查，这算什么道理？道理不是一天讲清的，等孙同志一核实，他就该闭嘴了。秋月，等大哥的债还清了，咱家宽裕了，你就少操点心。我不想你天天在外头跟人斗气。我不觉得跟人斗气，帮大伙多卖几块钱，比啥都提气。这土不错，湿度正好，这茬菜再有10来天就能摘了。娘，冬天镇上青菜少，咱这菠菜能卖个好价。我跟曹老板说好了，他肉铺旁边空了个摊位，让咱年前去摆个摊儿，不收摊位费。不要钱？人家凭啥对咱这么好？上回给老孙头卖猪，李叔和曹老板算了一下，咱村一下子送了好几头猪，还不用他们雇车下乡收，省了他们的事儿，所以愿意跟咱长期合作。做买卖就是做人，你真心实意对人，人心换人心。秋月，我想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娘，您说。去年你进门，我说你是来祸害我家的，现在想想，你是老天送到赵家来的贵人。秋月，多亏你，李叔收了我们李家沟的粮，我带了几户先试试，都挺满意的。那正好，张会计，我就是跟李叔谈长协的事儿，往后有粮大家一起送，量大了价还能谈。二嫂，上次你送来的玉米质量比临镇强一截，我的客户点名要你们赵家庄的粮了。李叔，今天来跟您商量个事儿，我们村加上李家沟愿意签长期保供协议，每年交多少粮，什么品种，提前定好，您这边也能提前安排下游，咱都省事儿。这个好，你有多少户了？目前加上李家沟第一批，一共10来户，还有更多。行，协议咱现在就拟，秋粮下来统一按上等价，但有一条，质量不能掉，掺沙掺水可不行。这个您放心，每户交的粮我都让人先看一眼，谁砸了牌子，往后就不收他的。这二嫂做事比我们大队会计还靠谱。老三，大
大半夜不睡觉转啥呢？娘，二嫂让我夜里巡2遍，现在村里人都把粮存在咱家，等着统一拉走，可不能有个闪失。你以前吃饭都恨不得端到嘴边儿，现在倒学会操心了。娘，我以前是不是挺没出息的？不光你，你大哥也一样。你们兄弟3个，就你二哥让人省心。可现在我发现，咱家最能成事儿的是你二嫂。那可不，二嫂一个人把大哥的债扛下来了，连刘老板那种人都敢当面怼。娘，我想好了，往后我不游手好闲了，就跟着二嫂干。她有主意，我给跑腿儿。这月拢共给大伙卖了3000多斤粮，加上老孙头他们几家的猪，去掉车钱人工，每家比往年多挣了10几20块。弟妹，我那债还差多少？上次还了300，剩260。这月咱家多挣了40来块，我留了15过日子，剩下的先还了一部分，现在还差200出头，按这个势头，年前能还清。弟妹，我不知道该说啥。大哥，啥也不用说，债还完了，你挺直腰杆做人就行。大哥，秋月说的对，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大哥，等债还完了，你打算干啥？总不能一直在家种地吧？我想好了，等债清了，我去学个手艺，泥瓦匠也行，木匠也行，不能再混日子了。你能这么想，你爹在底下也闭眼了。秋月，不好了，刘二麻子那边出事了！王婶儿，慢慢说，出啥事儿了？刘二麻子今天在村口收粮，跟李家沟的人吵起来了。李家沟的说，他们现在都跟着你卖粮，不卖给他。刘二麻子当场翻了脸，说都是你挑唆的，还放出话来说要让你在赵家庄待不下去。他敢？光天化日的，他想干啥？赵婶儿，那人可不是吓唬人的，他以前就欺负过不少人，咱村老孙头上回不就是被他打过吗？二嫂，我去找他。别去，你现在去找他，正好中了他的套。那咱就等着他来找事儿。王婶儿，你帮我传个话，告诉大家，谁愿意跟着咱继续卖粮，咱照旧；谁害怕了，想回去卖给刘二麻子，我也不拦着。买卖自由，不强迫。秋月，你这话说的，大伙儿都信你，谁会回去找他呀？那就更不用怕了。他刘二麻子一个人，还能挡住咱全村的路？收粮了啊！现钱结账，1斤1毛3。老吴，你家玉米不卖了？卖给二嫂了，人家1毛5，不好意思啊，刘老板。老孙，你这猪卖给我，我给现钱。不好意思啊，镇上曹老板给的高，二嫂帮我联系的。老大，咱这买卖，怕是要黄。黄什么黄？他赵二嫂能蹦跶几天？哼，等着，我有的是办法治他。这菜长得真好，镇上肯定抢着要。曹老板说年前青菜最紧凑，一把能卖2毛，咱这一棚少说能出100来斤。秋月，刘二麻子那边你可不能不当回事儿。那人我知道，年轻时候就是个横的。娘，这事儿我心里有数，咱不做亏心事，他找不出茬来。我不是怕他讲理，我是怕他不讲理。娘，您放心，他要真敢来硬的，咱村这么多人呢。
不会让他欺负到咱头上。你这孩子胆子是真大。二嫂，不好了，咱家院墙被人泼了粪，欺负人，欺负到家门口了。老三，大哥，先洗干净，别让大家看笑话。各位叔婶儿，今天这事儿我心里有数，不管是谁干的，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挡不住咱们卖粮的路。大伙儿该忙啥忙啥，别耽误手里的活儿。娘，您别气，他没辙了才用这种手段。他越这样，越说明咱做对了。他不是人！刘二麻子，你非要来硬的，那我也不跟你客气了。今天叫大伙儿来，是想当着大家的面把咱合伙卖粮的规矩说清楚。第一，每户交的粮当场过秤，当场记账，白纸黑字。去镇上卖了按实际结算，中间车费每户均摊。二嫂，你办事我们都信。孙叔，信归信，规矩得有。我把账本摊在这里，谁来查都行。第二，咱这么多户合伙，算是一个合作组，往后不管镇上老板要怎么调整价，也是合作组一块商量，不一个人做决定。这个好，大家一起商量，免得事后有人嘀咕。第三，咱的粮保质保量，谁的粮掺沙掺水，以后就不能再进合作组的门儿。对，不能砸了招牌。还有一件事儿，如果以后镇上有人来查，大伙实话实说，咱合伙卖粮车钱均摊，不赚差价，不怕查，账本随时给看。不好了，那沈秋月在大柳树底下开会，把全村人都叫去了。开会，他能开出什么花来？他说要把全村的口粮都拢到一块儿，还定了规矩，账本公开，价格透明，还说谁掺沙掺水就不要谁的粮。全村都去了，除了咱家，差不多都去了。好你个沈秋月，这是要彻底绝了我的路啊！老大，要不咱就算了吧，他是真有两下子。算个屁！我刘二麻子在赵家庄收了10年粮，还斗不过一个刚嫁过来的媳妇儿。他不是说掺沙的不要吗？那就让他自家的粮掺沙，我看他怎么交代。秋月，今天开会开得咋样？挺好，大伙儿都愿意合伙。老孙头说他负责催各家的猪出栏，老吴头说他叫人帮着装车，各家的猪粮各有各的调度，只要有本账就乱不了。你把担子往别人身上匀匀也好，天天一个人扛，我看得都心疼。二嫂，这是老孙头家的猪斤两，我记下来了。老三，你字比上个月好多了。天天跟着你记，再不会写就说不过去了。二嫂，我现在觉得你那会儿让我跟着干活是拉我一把，以前我成天闲晃，自己都觉得没意思。你自己想上进比啥都强。等大哥债清了，你想不想跟我去镇上再谈谈大米和豆子的销路？想，我可想了。怎么回事？咱家的粮里怎么有沙子？咱收粮的时候，粒粒都看过，不可能有沙。这是往咱家粮里掺沙，想让咱在村民面前砸了招牌。明天可就是要装车去镇上的日子，肯定是刘二麻子干的。上次泼粉不够，又换这种阴招。把这几袋搬屋里去，重新筛一遍。老三，剩下那些粮咱连夜过一遍，一粒沙子也不能有。行。喝点热的，筛了一宿的粮，身子都凉透了。
装车的时候我看着，以后要有人再动手脚，我第一个不饶他。刘二麻子这么搞，咱就是防不胜防。不用防了，他刘二麻子做这种事儿，正好送上门一个把柄。之前上回工作所来查咱倒要看看掺沙坑害大伙粮食的人能不能经得起查。今天装车照旧，装完车我去镇上。老孙头家3袋玉米，老吴头家2袋豆子，王婶家1袋半花生，都对上了。二嫂，那几袋咋单放着？孙叔，这几袋有人动了手脚，往里掺了沙子，回头到了镇上，我要当着大家的面打开看看。这是谁干的？缺了大德了！各位叔婶儿，昨晚有人翻进我家后院，往咱装好的粮食里掺了沙子，幸亏发现的早，连夜重新筛了一遍，是谁干的？我心里大概有数，今天当着大伙的面说一声，往后各家粮食装袋之前自己先检查一遍，装好封口，送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也当面验一遍。咱把规矩立清楚，谁也钻不了空子。你说的对，咱都按规矩来，谁搞鬼谁滚蛋。对，谁搞鬼谁滚蛋。你说会不会是刘二麻子？这菜可太及时了，镇上供销社正筹年前没青菜卖呢。秋月，往后你有多少，我收多少。曹老板，我这棚是头1年种，往后村里几户也想跟着种，到时候您可别嫌多。不会不会，有多少要多少。秋月，你这账记得比我们粮站会计都清，你那个合作组往后能不能把李家沟也带上？他们大队的张会计老念叨你呢。已经在谈了。李叔，下个月我跟张会计一块儿来，咱把明年开出的粮场品种和数量提前定下来。二嫂，你这也太能了！李家沟、张会计、李叔、曹老板，你就跟个总指挥似的。总指挥还差个会写字的文如，你好好练你那笔字，以后帮我写合同。是。你来干啥？孙干事，又见面了。刘老板也在，正好。沈秋月，找我有事儿。2件事，第一，上回您说要查我的账，我今天把账本带来了，还有各家签的合作协议，您随时看。第二，我想跟您反映一个情况，有人昨晚翻墙进了我家院子，往合作组的粮食里掺沙子，想砸我们的招牌，让大伙卖不出粮。你胡说八道！你有证据吗？掺沙的粮食我带来了，就在门口车上。还有，这事儿谁最想让我们卖不出粮？孙战士心里应该清楚。刘老板，你跟我去一趟工商所，我想听听你怎么说。不是，孙干事，他一个农村媳妇的话你也信？我跟您认识多少年了？就是因为认识你，我才要问清楚。秋月，你胆子是真大，直接去茶馆找他们，不怕他当场翻脸？他不敢当着孙干事的面翻脸，越心虚越得装好人。那孙干事要是偏向他呢？上次孙干事来查账，我就觉得他不是死偏死向的人。再说了，刘二麻子这些年在村里坑了多少人？真要查，随便问几个村民都能问出来。你说的对，工商所那帮人也不是傻子，谁正经做买卖，谁坑蒙拐骗，时间长了都看得出来。秋月，等这事儿了了，我想跟你学认字。娘，您说啥？我说我想学认字，你那个账本儿，我老想看看写的啥，可一个字都看不懂。以后你要是忙不过来，我想帮你记个账。娘，
您这年纪学认字，年纪大怎么了？我还没老到啥都学不会。娘，这个本子我本来是想自己用的，您先学着，从1、2、3开始，我每天教您几个字。你的名字咋这么多笔画？写得我手都酸了。那明天换一个，先学1、2、3、4、5。我先学会写你的名字，等你以后生意做大了，签合同得有人给你作证。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就按手印；会写名字了，就不用麻烦人家找印揪了。娘，您咋突然这么伤心？你天天在外头替这个家扛事儿，我在后面啥也不会，那不白吃干饭了？二嫂，这小子刚才鬼鬼祟祟在咱长庄粮的地方转悠，被我逮个正着，他肯定又想干坏事。没有，我就是路过。路过？你家不住这条路，你糊弄谁呢？小军，我问你一件事儿，昨晚翻我家院墙的是你还是刘德厚？不是我，真的不是我。那是刘德厚让你来的？你不说也行。上回方佐孙干事、徐氏大事工商佐都干述，已经把刘二麻子叫去问话了。你要是跟他掺和在一起干了啥，回头查出来你也跑不了。二嫂，那沙是他让我去掺的，我不想去。我说怎么有沙子？刘德厚这个狗东西，让人往粮里掺沙，这不是要害死全村吗？我真不是故意的，我没办法。小军，你说的这些话，敢不敢当着孙干事再说一遍？我要说了，刘德厚肯定不会放过我。你怕他，那你怕不怕工商所把你当同伙？你帮他干的事儿，他要是不保你，你一个人背锅。你帮他是因为他给你发工钱，现在他连工钱都拖着你。小军，你这孩子平时也不是多坏，就是跟错了人。秋月给你个机会，你可别犯糊涂。我说，掺沙是刘德厚让我干的，还有上回往你家墙上泼粪，也是他让我干的。他说只要把你的名声搞臭，粮食买卖就黄了。大伙儿都听见了，明天我带着小军去镇上工商局，谁愿意一块儿去？给刘二王子这些年坑人的事儿做个证。沈秋月，今天是孙干事，上次您说要查粮食掺沙的事儿，人证我给您带来了。这位是刘德厚的帮手刘小军，他愿意把刘二麻子干的事儿一五一十说出来。这几位村里乡亲也愿意作证刘二麻子这些年怎么坑害大伙的。孙干事，我作证。刘德行收粮缺斤断两，连秤都不给人看，我不卖给他，他就动手打人。他还跟村里人说秋月投机倒把，想让你们来查他。哼，其实就是想把人家的买卖搅黄了，自己好继续坑人。都进来说，一个一个讲，我让人做记录。刘德厚，有人举报你缺斤短两，扰乱市场秩序，请跟我们走一趟。弟妹，这个月我在镇上扛口挣的，拢共42块，还债。大哥这个月挣了42，加上咱家卖菜多挣的，再还一笔，现在还差50来块，年前能还清。弟妹，等债还完了，我想去学砌墙。镇上建筑队要人，先从搬砖干起，慢慢学手艺。这个想法好，志刚本来就是泥瓦匠，让他给你引荐引荐，比你自己去敲门强。
沈秋月，工商所停了刘德厚的证，他现在啥也没有了。我跟着他也没活干了。你想说什么？我想跟着你干活，你让我搬粮也行，跟车也行，我不怕出力。小军，你老实跟我说，你现在还怕不怕刘德厚？怕，但我想明白了，跟着他只能干亏心事儿，跟着你干正经生意，就算苦点累点，心里踏实。明天装车你来搬粮，先干半个月，干好了留，干不好你自己走。姐，你放心，我要是不好好干，你拿扫帚赶我。他以前帮着刘德厚干了不少坏事，你把他收了，万一以后出啥岔子。他帮刘德厚干事的时候是被拿捏着，现在他自己找上门，是走投无路来求一条活路。这种人给他一个机会，他会比谁都卖力。再说，咱合作组正缺壮劳力，老三一个人跟车跑不过来。你心里有数就行。不过防人之心不可无。放心吧，娘，我让他只跟车不摸钱，先看着。今天教我合同2个字儿怎么写。你说以后要带老三去签合同，我先学会，万一哪天老三病了，我替你签。好，娘，您看这个盒子，上面是个人，下面是一张口，就是人跟人说话说到一块儿去了。人跟人说到一块儿去，这个字儿好。秋月，上回你帮我们村那几家送了粮，大伙儿都念叨你呢。这月又攒了一批，想着跟你说说，能不能排上装车？正好，张会计，今天我跟李叔说好了签长协，往后李家沟跟赵家庄的粮统一走这个渠道，价和等级都按协议来。李叔已经同意了。那可太好了，我们村好几户都愿意入伙，往后你咋安排，我们配合。二嫂，这是协议草稿，你看看，春粮和秋粮价格提前锁定，年底看行情繁动，最多差1分钱上下。老三，你念一遍给张会计听，听完了咱一块拿主意。这个念履，履行的履，就是说到的事儿要做到。履行的履，记下了。赵家庄出了个沈秋月，往后这10里8村的粮价，怕是要让他一个人拉平了。这棚真是块宝，一茬接一茬，整个冬天都有菜吃，有钱挣。以前冬天只能啃咸菜疙瘩，哪想到还能吃上鲜菠菜。年后我想教王婶和老孙头也搭个棚，咱村要是出个3、5棚，镇上就不去外头调菜了。你教他们，不怕他们抢你的生意？菜这东西越多越有市场，光咱一家出菜，曹老板只能拿咱当散户。要是咱村能出5家的菜，他就不敢随便压价，量大了批发反而更稳定。你这孩子脑子是怎么长的？以前我觉得你主意太正，现在才知道你看得比我远。下雪了。瑞雪兆丰年，照这个势头，开春咱就能多盖几个棚，村里几户跟着干的，能把日子翻个样。秋月，明年你过生日，咱摆2桌。你进门这么久，连碗像样的长寿面都没吃上。上回从县上回来，260块的账已经给大家盘清了。今天这趟去镇上，咱村的粮卖了，每户结清了款。马老板连本带息一共560全清，这是收回来的借条。这是当初我签的那张？是，马老板当着我的面撕了，这是碎纸片拼起来的，你自己对一对。弟妹，我赵志强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这个情我这辈子还不完。大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债还清了，
你之前不是说想去上建筑队学砌墙吗？过完年就去。志强帮你打过招呼了。去，我一定去。老大，你欠的债是你弟妹帮着还清的，你往后要是再犯浑，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老三，你跟着你二嫂跑这几个月，人也踏实了，往后继续跟你二嫂干，不许半途而废。志刚，你媳妇儿比你能干，你不许跟她耍横。娘，我跟他耍啥横？我怕他还来不及呢。秋月，以前是娘不好，委屈你了，往后这个家你说了算。娘，这个家往后不是谁说了算，是咱一起商量着来。秋月，这是我们家的饺子馅儿，萝卜肉丁的。我寻思你家今天人多，除夕多包几个，帮了我这么大忙，过年不来点实在的，说不过去。姐，这半扇猪肉是我自己买的，我自己挣的工钱，想送到你家来。大伙这是干啥？我帮大伙卖粮又不是亏本买卖，你们自己也多挣了钱，犯不着这样。秋叶，你别推，要不是你，咱村今年过年谁家有肉吃？以前年年被刘二麻子坑，一家人过年就各2两肉。今年你帮大家伙多卖了钱，家家都能好好过个年，这点东西不算什么。秋月，你看见没有？这些不是年货，是人心。秋月，您往后就是咱村的主心骨，大家有难处都找您。明年您说种啥咱就种啥，说往哪儿卖咱就往哪儿卖。孙叔，您别这么说，种啥还是您自己拿主意，我就是帮着算算账，看看行情。今天当着大伙的面儿，我要说句话。以前我老糊涂，处处为难秋月，觉得她早晚惹祸。现在才知道，这媳妇儿是我赵家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往后，谁要是再说秋月不好，别怪我老婆子翻脸。哟，老三这字真不赖了，比我的字还好。大哥，你还没领到工资，哪来的钱？你大哥搬砖预支的，说买给你的，你收着。正好，家里还没人知道，我也想说个事儿。年后咱家要添人进口了。秋月，你有了？我要当爹了！上月收粮3200斤，这3200斤各家均分车钱。秋月，你别动，你要拿啥？我来。我就出来站站，又没说要拿啥。嘿嘿，那我怕你累着，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娘说了，以后家里的水我先挑，桌我先擦。看你这2天胃口好，灶上炖了鸡汤，来喝一碗。娘，你以后教我发面吧，志刚老说我做的味道不对。行，今天教你，面不能发太硬，水不能全凉了，跟做人一样，得软硬适中。这个比谈合同简单多了。日子还长着呢，往后会更好。